据说天津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街面上不能见铁器，所以这些老者兵器都是裹了一层布的。此时的陈实属于是进退两难，只有杀出重围才是最优解。第一个出来的挑战者手持坡刀，坡刀的刀身宽大且锋利，当用力挥砍时，能够对敌人造成严重的砍伤。坡刀的杀伤力主要体现在砍杀效果好，刀身宽大锋利，挥砍时借助长柄的利弊优势，可对无坚固铠甲的敌人造成严重砍伤，也能砍断兵器，损坏盾牌。其刺击能力虽不如矛，但在近身战能刺激敌人要害。不过坡刀杀伤力较依赖使用者力量和技巧，对使用者体力消耗大，且面对坚固铠甲时杀伤力受限。相反，陈师傅的八斩刀完全就是版本之子，在这种狭小的巷子里完全发挥了八斩刀的优势。八斩刀是一套很短的刀法，分为8节，每一节只有几个招式，但包含反手刀、昂汤刀等多种变化招式，虽少却实用有效。其特点在于注重手腕发力，刀身较轻，刀面较窄，仅在刀口对下数寸处开刃。剑而锋利，以刺、雕、琢、挑等用法为主，速度较快，动作幅度小，强调借力打力。而且八斩刀法讲究先发制人，主动进攻，强调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凶狠态势。一旦出手，力求快速结束战斗，不给对手留有反击的机会。而且在历史上，八斩刀曾被用于对付当时鸦片战争英军装上刺刀制长枪，通过斜下刀派去刺刀，再跟进构斩等动作制服对手，在面对长兵器时具有独特的战术优势。所以说，别看电影中挑战者都是长兵器，一副很唬人的样子，其实八斩刀对长兵器有天然的克制。陈师傅从一开始就贴近打长兵器，根本就发挥不了优势。上步飙刀，陈师傅这战术就很巧妙，八斩刀一直强占中线，守中用中，所以高手对决细节往往决定成败。无论从战术和技术上，坡刀师傅就已经输了。正所谓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第二位进场的挑战者所持兵器为岳飞刀。岳飞刀看上去像一柄长剑，加上握柄形状类似汉朝的斩马剑或唐朝时期的陌刀，属于坡刀中的一种，刀身比较平直，刀柄和刀身一样长，是一种柄长到腰刃长，略高出头顶柄长和刃长几乎相等的罕见制式，需双手使用。上步挥刀横斩，这一位师傅就比较心狠手辣了，直接冲着陈师傅的咽喉去的。后仰闪避，陈师傅因为距离原因，所以巧妙后仰躲开。下劈再攻，陈师傅以上步双刀格挡开来，下伏外圈卸力，其目的就是在于攻其下盘。双刀上拦挡，顺势双刀斩腿，退步转弯上撩反击，再接挑刀。不过陈师傅很快就收刀破解了挑刀。上步直刺再攻，下十字跟刀格挡，上步直刺突面，顺势反横扫再攻，上十字格挡，上步下更刀反打，顺势进步内摊刀追打，陈实近身连打一个双刀上架，输赢已分。对方中线一开，这还不是随便打，可见陈实实战经验颇深，一套丝滑小连招就直接拿下。右手刀割断右手筋，滑刀割断左手筋，大腿筋，顺势刀柄击肩缴械，再接劈肘抱头连打，上台湾绝杀。岳飞刀师傅直接下线领盒饭去了。第三位登场的师傅所持兵器为3尖2刃刀，进步直刺，双刀格挡，以左手刀卡住3尖2刃刀的刀尖前侧，而右手刀用刀身贴住3尖2刃刀的刀身。但小三师傅也不是等闲之辈，上挑转腰就将陈师傅顶在墙上，局势一下就扭转。刀尾上撩反击，陈实以下扶拦挡挡之，小三顺势收尾前劈，再打陈师傅双刀格挡，收刀后扫再攻，顺势转身回马枪，双摊刀卸力，圈马站中，顺势右顶肘重击，再接反手上滑右臂，左臂格挡。此时小三想要左臂去格挡，奈何陈师傅真理在手，右刀外滑反击，顺势反手撩刀缴械，屈臂夺刀缴械，转腰刀尾反扫绝杀。3尖2刃刀师傅这次下线领盒饭去了。但是陈师傅的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，紧接着登场的是辅岳2位师傅来凑人数的。上步下劈，陈实以8斩刀的左手刀卡钩卡住辅岳中段，陈实巧妙利用的杠杆原理，右手刀转腰下伏完成缴械。偷袭，上步辅岳下劈，顺势双刀上举。这里陈实放好了，前面几位师傅下场都很惨，手筋脚筋都被挑断。
这里估计也是看着老者一大把年纪了，选择放过，从此两人手挽手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接下来第5位登场的就是牛尾刀，这里暂且称为老五。这里老五从手袖中抽出了刀筹，系在了刀环上。这么做其实就是为了增加牛尾刀的长度，从而从单手武器转换为双手武器，大大增加了劈砍等能力。而陈实也摆出护手势，严阵以待，表示要教他做人。而老五基于前面几名的教训，没有急于攻击，而是转到刀花靠近，上步挥刀下劈，环绕步顺势反手上撩，飙刀横拦。此时双方都在调整战术，比拼的就是细节。更手下沉拦挡，转上十字拦挡，右刀外摊，顺势左刀下扶，左摊刀。这里很明显，陈实收手了的，并没有下狠手，右手刀上撩断刀筹，顺势右臂前顶咽喉，左手刀平滑切腹，一顿操作行云流水，丝毫不拖泥带水，这就是老一辈武术家的从容。